欢迎收看正义联盟频道正义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播 Josie。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是主播 Steven。Steven， 今天的焦点人物是我们乌克兰现任总统泽伦斯基，他是我们2022年《时代》杂志票选的世界风云人物。那我们都知道，在从政之前其实是一位演员，那从演员转变为总统，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哦。对啊，不过泽伦斯基可不是第一位演员出身的总统呢。过去美国雷根总统同样也是演员出身。泽伦斯基和雷根总统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个人魅力，以及亲民的形象，以及流利的口才，也因此获得广大乌克兰选民的支持呢。的确，泽伦斯基在他的代表作《人民公仆》中饰演高中历史老师瓦沙大获成功，在戏里面对乌克兰的政治现况有着精辟的看法，还讲出了每一个乌克兰人心里的话，也奠定了他的总统之路。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演员出身的总统，他的代表作《人民公仆》，他在其中饰演高中老师的精彩表演吧。所以最后他们选择了谁来当总统？请坐下，请坐下，坐下。抱歉，同学们，还是起来吧，到外面的中庭去集合。同学，赶快起来哦！我们要去布置总统大选的场地哦。什么总统大选？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班同学？为什么不是 A 班同学去？因为他们现在是上比较重要的数学课啊。同学，我受够了。数学很重要，我知道啊，但历史呢？难道是狗屎吗？哇塞，你的反应不要这么大吧？难怪这些政客进入了权力的殿堂，就一直在做一样的错事，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数学家嘛，除了加减乘除之外，什么都不懂。哇塞，我从没有听过你这样说话，你是怎么了？因为我受够了这群人，这样你懂了吗？25年来，我们的生活这么糟，就是因为这些人一直在犯一样的错误，我们只能从这2个人里面选择比较不烂的那一个。更糟的是，这件事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你、我还有我爸，我们都会去选择下一个烂人。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去喝一杯吧。这群烂人进入了政府部门，他们贪污，他们讲话，他们一直在做重复的你不想管，我也不想管，根本没人想管啊。最后有人想管也是不了了之。如果我能当上1星期的总统，我会让大家都知道，那些豪华房车、狗屁助理费、海外豪宅，我全部删光光，让普通老师来当总统，让总统来当老师。我以历史老师的身份告诉你，但是你什么都不懂。从影片中看得出，乌克兰人对贪污与腐败真的冷漠奈何哦。是啊，在政府如此的贪婪、改革停滞不前的社会中，人民对政府实在失望透顶，因此这次的选举才会出现如此戏剧化的结果。从广场革命到素人政治，乌克兰人的确用行动做出了选择。但Steven，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是泽伦斯基呢？由于泽伦斯基主张提高政治的透明度，提升乌克兰在国际的能见度，并提醒民众别忘记主权在民，拒绝寡头政治，因此获得广大乌克兰选民的支持。最后更以73.22%的高得票率获得最后的总统大选。41岁的泽伦斯基当选了总统之后，他极力说服选民，他能将乌克兰人从广场革命后的大胆想象化为现实。其实泽伦斯基一直都希望能以和平与理性俄罗斯沟通，但显然战争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在金府民众 Alex 家中，目前乌俄战争开战1个月了，四处都是断垣残壁，剧院外墙倒塌，救难人员从公寓中救出灾民。想请问 Alex， 对于现任高票当选的总统泽伦斯基以及他的竞争对手前总统波罗申科各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好的，谢谢。我想我们乌克兰在炮火中团结坚毅。泽伦斯基虽然是平民出身，但他的当选证明了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所以只要你愿意，你不用是企业家或是政治家，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总统。至于对2位总统的看法，选举期间，波罗申科说要建立军队，但是泽伦斯基说要跟俄罗斯谈谈。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都需要和平，所以泽伦斯基更能够代表大家的共鸣。
虽然战争还是发生了，但波罗申科为了国家，愿意上战场，并且支持他的竞争对手泽伦斯基。我想这就是我们乌克兰人面对外患时的团结精神。谢谢 Alex。乌俄战争开打已超过3个月，记者仍在台北访问发起泽泽募资运动，以女力力量实际支持乌克兰的女模特莉亚。你好。你好。您发起的募资活动已超过预期许多，借由这次的访问，请您再次阐述您的理念好吗？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一群在台湾念书或者是工作的乌克兰人，我们一共有7位。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吃不下也睡不着。我们想到正在接受炮火摧残的同胞们，我们就想要声援，所以我们成立了乌克兰女力 Debatra Power 的一个平台募资活动。非常非常谢谢台湾人的热心，在很短的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募到了100万。我们将这笔善款就立刻送回去给家乡的妇女同胞，给他们做必要的支援。我们希望能够提供2000名乌克兰妇女在战火当中的避难之所。在这里，我要谢谢热心的台湾朋友们，希望你们继续的支持我们，能够让我们远离战火。谢谢。目前乌俄战争已开打近1年，目前除了禁令的宵禁限制之外，路口也设立了许多检查哨，拦截检查，让塞车状况严重。走在路上需要避开被炸毁的路口或是废弃的加油站。记者目前来到基辅民众 Sartis 的家，让我们看看他如何运用自身的力量保卫着国家。你好。你好。我原本是一名室内设计师，战争爆发时我曾自愿参军，但因为脚受伤的关系无法加入军队。那我家现在已经变成一座印刷厂，这些募资及寻人的海报就是我现在的新影片。那我现在也有一份新的工作，就是每天跟志工们一起煮1万人份的餐，供应前线部队及医院。那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但是大家的士气都很高昂。就算现在要我切20公斤的洋葱，我也会大声呐喊：太好了！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切洋葱，给我多少我就切。除此之外还做些什么呢？我现在也有在照顾一些孤单的生命，例如因战争失去主人的狗。那我们想尽办法照顾自己的家，照顾自己的城，照顾自己的国，照顾彼此。如同泽伦斯基所说的，生命终将战胜死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荣耀归于乌克兰。近日，全球领导峰会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针对乌俄战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由于国际政治因素，加上俄罗斯军事力量远大于乌克兰，许多专家判断战争不会超过1个月，所以多数国家都不愿参与或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以视讯的方式参与，希望可以获得各国元首支持，援助乌克兰。我们来看现场最新画面。感谢大家的邀请，让我有机会与各国领导人参与会议。俄罗斯长达1年的侵略，牺牲了许多无辜民众的生命。我们并不想要开始这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但我们必须得要战争，因为我们不想失去国家。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一场悲剧，每天都有人为了重要的价值付出宝贵的生命。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的土地和自由而战，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活着。就像英国在面对纳粹入侵时，你们也不想失去你们的国家一样。英国民众都不得不为国家而战，所以我恳请英国首相可以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加强制裁的力道。英国力挺乌克兰对抗侵略的态度绝对不会动摇。我们反对普丁使用暴力去改变任何国际情势，更不容忽视人民的基本权益。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势必会失败。我也希望德国的朋友们协助。俄国入侵就是在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筑起一道柏林围墙。俄军每丢一颗炸弹，这一道分隔了自由与不自由的围墙就会越来越高。希望德国总理可以引领欧洲各国一起推倒这座围墙，让乌克兰实现自由。德国愿意提供防空战车与飞弹协助乌克兰防卫，并且全力来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或是参与拒退替联合国等组织，我也要强烈的谴责俄国。没有正义，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德国会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非常感谢德国的支持，在此我也代表乌克兰感谢日本首相，感谢你带领日本成为第一个协助抗俄的亚洲国家。1995年沙林毒气恐攻，以及2011年日本所经历的福岛核灾，过去人类相同的悲剧可能会在乌克兰重演，希望日本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日本不会让自己过去遇到的决定再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我们已取消俄国最惠国优惠待遇，也愿意协助乌克兰难民移居日本。我们会努力一起平息这场战争。感谢各位的帮忙。这一年来，乌克兰的每一位民众都生活在没有光、没有火的黑暗与战火之中，就像在二战的珍珠港事件以及911恐怖攻击，让美国的天空和民众的心里也都是黑暗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拜登总统，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就像金恩博士所说的，我有一个梦。我们也期待着有一个不分种族、你我的平等世界。乌克兰需要协助，我们期望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成为和平领袖。对于平等与自由的追求，不只是金恩博士的梦想，也是整个美国人民的梦想。美国决定提供实质的军事防卫、财政支援，保护乌克兰民众，保卫民主与自由。非常感谢各位领导人的支援。当全世界都觉得开战3天后乌克兰就会投降，我身为总统，我不会背弃人民对我的信任以及我的国家。我们会告诉世界，乌克兰不会投降。虽然自由的代价很高，但奴隶的代价更高。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微笑，但有一点不同，我们不会等待奇迹出现，因为我们自己会创造奇迹。